朋友们，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識到，美元今年是跌慘了。上半年是近半個世紀表現最差的一年，從年初到現在，美元指數已經下跌了超過10%。你別覺得10%沒多少哈，這可是美元，不是什麼比特幣，這是全球資產的標尺。這個尺子半年裡頭縮短了10%，約等於所有人都漲高了10%。而與此同時，全球的資產價格都出現了久違的爆發，最猛的就是黃金。你就看這張圖，這是過去半個世紀黃金的走勢，我只能用瘋狂來形容。比特幣也是創出了新高，也瘋狂。不過它可能一直都挺瘋狂。除此之外，全球的股市也是，什麼美股、歐股、A 股、港股、日股，它全漲。事出反常，它必有妖。這個妖在哪裡？咱們今天就來看看這個美元暴跌的背後。今天呢，我來跟大家來一個專業一點，但同時又很直觀、很有意思的方式來聊，就是看圖說話。咱來先看幾張圖，這個是美元指數，而這個是美股標普500指數。你看啊，之前股市跟美元相關性還是非常高的，大家是一起漲一起跌。但你看這兩個人手拉着手，高高興興共振着呢。怎麼5月份開始剛震到一半，股票就說哎算了，不跟你玩了，自己跑了，把美元一個人孤零零的留在了底下。我再給你看個共振的更 happy， 這個是美元指數和美國10年期國債利率的共振，也是之前玩的好好的，5月份倆人呆了不玩了。而更關鍵的是下一張圖，這個是美股的標普500指數，而這個是一個神秘的指數，二者最近5年的相關性高達驚人的82.4%。你說剛才這些都是為什麼？這跟美元今年的暴跌又有什麼關係？今天視頻看到最後你就明白了。推動美元下跌的第一股力量，也是今年最大的一股，就是風險。其實之前呢，風險一直以來都是美元的好朋友。美元在大部分時候它是一個避險資產。你就看去年9月份開始，美元迎來了一波大漲。為什麼呀？一方面，美國當時的經濟確實相對來說比較堅挺，但還有很關鍵的就是全球的避險。尤其是大家一看特朗普快當選了，指不定之後要怎麼折騰別的國家呢？資本們一尋思，也別瞎猜了，持有美元總不會錯吧？可是今年特朗普一上台，一系列的關稅政策強度烈度都遠遠超過了大家的預期。這時候市場反應過來了，好家伙，我買美元避了半天險，你美元才是最大的風險，觸發了今年上半年美元可以說是2次自由落體式的下跌。你就看這個是美股 VIX， 也是恐慌指數，大家一恐慌，美元就跌。美元最主要的2次暴跌，全都是特朗普關稅相關的政策引起的。所以今年你看到4月份這兒，基本上是市場對關稅戰的風險，或者說對特朗普風險的擔憂。而之後就更詭異了，咱們剛才看了10年期美國國債的利率，就是在5月份跟美元開始鬧掰的。為什麼呀？哎，就是因為市場他擔心的風險不一樣了。咱之前做過一些視頻聊特朗普他的計劃，說過他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米蘭專門發過一篇指南，裡邊有很多提議，激進又自相矛盾，還暢想了什麼海湖莊園協議。而後來事實上，特朗普推出來的一系列政策又跟這個指南驚人的相似，他果然推出了極其強硬的關稅政策，果然嘗試干預美聯儲的政策，又果然通過了達爾梅法案。這下大家伙擔心的就不再是短期關稅的風險了，而是更長期的問題。要是這麼搞下去，美國國債能剎得住嗎？美國政府他能還得起債嗎？美國的通脹會不會失控啊？這說明什麼？就說明市場它開始擔心美國政府的信用風險，而拋售美國的長期國債，導致長期利率上漲。這就是為什麼會有這張圖：5月份之後，美元和長期國債利率分手。哎，他倆之前為什麼會共振哈？我稍微解釋一下。你想，如果美元的長期利率上漲，說明投資美元的回報率會增加，激勵大家去買美元，導致美元上漲。所以他倆之前都是手拉着手往前走。但這回呢，雖然回報率變高了，風險也變高了，大家就沒那麼敢買了，導致長期利率上漲，但是美元下跌。兩個人掰了，不知道大家暈沒暈啊？總之他倆分手就是因為美國政府的信用風險變高了。這就好比說有一對情侶，之前他倆都是一起高興一起傷心，主要呢都是因為外部環境導致的。而這回其中有一個人他開始作妖，就讓倆人之間產生信任危機了，分手了。哎，那問題又來了，你說美元風險這麼大，美國國債的信用風險還變高了，為什麼美股它還哐哐漲呢？美股跟美元為什麼又分手了呢？你看啊，雖然大家覺得美元風險很高，美國政府的國債也沒有以前那麼靠譜了，但是美股，美國這些公司還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美股也確實這麼多年持續上漲。所以大家雖然沒那麼相信美國政府，沒那麼相信美元，但還是會去買美股，這就導致了美股一路漲，尤其是 AI 相關的股票一路瘋漲。以前就是像英偉達、微軟、谷歌、Meta 這些，最近又蹦出來個什麼 Oracle 甲骨文，還短暫的造出來了一個世界的新首富，但後來又被馬斯克給抄回去。這個 Oracle 之後有機會我們可以單聊。總之 AI 相關的股票估值已經相當誇張了。那你說為什麼外資都進來投美股了，美元它怎麼不漲還反跌呢？哎，這背後的答案就倆字兒：對沖。
因為最近進來的外資它開始對沖美元風險了。什麼是對沖美元風險？比如說哈，我是個外資，我手裡有10億人民幣的一個基金，然後我想買英偉達比如說哈，那我就需要先把這些人民幣換成美元，再去買英偉達。這樣正常对於我來說，我就會同時承擔美元的外匯風險和英偉達的股價風險。但現在我不想承擔那1億多美元的外匯風險了，我就想買英偉達，那怎麼辦呢？我就可以对冲，我就可以在這個外匯的期貨市場或者遠期市場或者掉期市場去做空那1億多美元，做多10億人民幣，這樣我就完成了外匯風險的對冲。裡外裡，美元的需求量它並沒有增加。口說無憑，我們今天看圖說話。你看这個是最近3年外資流入美股 ETF 裡邊對冲和沒有對冲的資金比例，你能明顯看到，之前有超過80%的海外資金流入美股的時候都是不對冲美元風險，因為美元本身它也是一個投資品，而大部分時候它都還挺堅挺。但今年一下來了個180度大反轉，有超過80%的資金都開始對冲了。其實之前美元跟美股共振，它並不難理解。你看大家買美元，很多會去投美股，你想買美股呢，又得先換美元，所以它倆的相關性是非常高的。這回呢，大家是買美股，但是給美元風險對冲掉了，不買美元了，這才導致了這張圖。4月份之後，美元跟美股分手。這就好比剛才那情侶，倆人出現信任危機分手了，但是呢，我還是很喜歡你們家的鋼琴，所以雖然咱倆分手了，但我還可以經常去你們家彈鋼琴，不耽誤。我知道今天的比喻可能沒有那麼恰當，大家就湊合聽個樂啊。OK。你看哈，一方面大家逃離美元就會轉而去買入其他資產，另一方面呢，美元貶值，從估值的角度，其他資產的價格也會上漲，這就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除了美元以外，幾乎其他所有資產價格的上漲。這裡頭最典型的就是黃金。你想哈，今年金融市場的主旋律就是避險。以前呢，避險主要是跑到美元資產，跑到日元資產。但現在呢，美元也不行，日元那邊也非常的動盪。這個我們放在年終總結的時候再講。所以能避險的資產，要麼就是瑞郎，要麼就是黄金。但瑞郎呢，畢竟體量非常有限，所以黄金就成了很多人在這個亂世當中的首選。咱們還是看圖說話。你看這個是黃金 ETF 今年不同地區的流動情況，很明顯今年是大量的湧入，而且令人非常驚訝的是，今年湧入資金最多的是來自北美。你要知道，以往黄金的主要需求其實都來自亞洲，但今年呢，北美、歐洲也在不停的買。不過有意思的是什么哈？因為金價漲得太厲害了，做首飾就有點貴了，所以今年首飾的需求量開始下滑，這就導致黃金的總需求量其實變化不大，就是價格搁那哐哐漲。好，咱們剛才說了，今年美元暴跌的1號推動力風險，也可以說是特朗普。那第2大推動力是什麼呢？你看最近幾個月，長期利率、美股都跟美元脫節了，那誰在主導美元的走勢呢？這個美元又跟誰去談戀愛了呢？看圖說話哈。你看這個是最近美元指數的走勢，而這個是12月份到期的聯邦基金利率的期貨價格。你是不是看着驴唇不對馬嘴？但我給它翻轉一下，當當，這個就是美元的新對象。別暈哈，這個其實就是市場預期12月份的利率水平。不知道什麼意思的可以去補一下咱期貨的第1期視頻啊。再說直白一點，最近決定美元走勢的是市場對美聯儲降息的預期，就是我預期年底的利率怎麼變，美元指數它就跟着怎麼變。你看上半年決定美元走勢的是特朗普，而下半年是鮑威爾。咱們其實去年鮑威爾首次降息的時候就分析過，他降息決策的一個核心，主要就是看他的雙重使命：通貨膨脹和就業。通脹呢，理論上希望壓到2%以下，甚至更低，再開始降息。而最近這一年呢，一些核心的指標，不管是 CPI 還是核心 PCE 等等，基本上都在3%徘徊。雖說不是最理想的狀態，但是可以接受。所以美聯儲主要的決策重心就放在了就業數據上，也就是說，他希望看到這個就業數據差一點再降息。這個美聯儲調控貨幣政策有點像什麼哈？它就有點像一個班主任要管一個班的學生，他有雙重 KPI， 既要學生們成績好，又要讓他們的身體健康。然後這班主任呢，他就只能控制一件事兒，就是這個班的作業量。這就好比美聯儲就只能控制利率，這個作業呢要是留多一點，可能成績上去了，但是身體就吃不消；作業要是少留點呢，成績可能就下來了，但身體可能就緩過來一點，好一點了。我就打個比方，大家別較真兒。那你看哈，這個美聯儲它跟班主任面臨的情況其實還是有點像，通脹跟就業的目標很多時候確實就是此消彼長。而最近這1-2年呢，這幫學生成績都還不錯，雖然不能說優秀，但都80多分。那班主任最近特別關注的就是他們身體健康的程度。如果我發現大家有身體健康下滑的數據，那我就要開始減少作業量。但是我要是沒看見健康情況下滑的数据，大家又健康学習又好，那我不能減少作業量，不然大家可能精力太充沛，都跑去玩去了，玩多了還可能把身體給玩壞了，到時候學習成績又不好，那更完了。這就是經濟的智障啊，學生他也可能智障啊，一個精緻的諧音梗送給大家。反正大概就這個意思。這班主任呢，每個月就盯着學生們的健康指標；美聯儲每個月就盯着就業數據，什麼時候足夠差了，我就立馬降息。實際情況是什麼呢？今年上半年它一般啊，但也 OK。
再加上特朗普那邊的政策不確定性又非常高，所以美联儲它降一半就不降了。而最近这几个月呢，你看这个还是12月份预期的利率，这3个月的月初都出现了大跳，这其實都是因為 NFP 非農就業數據公布之後帶來的市場反應。7月份就業數據還不錯，大家覺得美聯儲可能不會降那麼多了，利率噌的一下就跳起來了。8月份就業數據非常慘，你看這個利率咵嚓一下就掉下來了。這個數據我跟你說非常關鍵哈，因為它真的是太慘了，就好像我這個班主任的班裡學生已經開始眩暈，開始嘔吐了，班主任他就得立刻馬上減少作業量了。所以8月份那次數據之後，市場幾乎就可以確信美聯儲9月份會降息，然後緊接着9月份數據又不咋地，利率咵又進一步跌，而你看美元指數也基本上是跟着這個利率一起上蹿下跳。所以說其實這次美聯儲降息之前，市場就已經完全有預期了。等美聯儲真的降息了，市場不能說是反響甚微吧，只能說是毫無波瀾。我其實是想展開聊聊這個 NFP 非農就業數據，它最近有一個很有意思，也可以說是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它怎麼那麼不準。我不知道你刷沒刷到過類似的新聞哈，它最近的修正可真的是非常誇張。這個數據簡稱叫 NFP Non-Farm Payroll 非農就業數據。簡單來說，就是每個月刨除掉一些農業呀、自營職業等等以外，絕大多數人就業量增長了多少？比如說有一個月調查結果顯示是10萬，意思就是說整個美國在這個月裡頭非農就業人口增加了10萬人。其實理論上，美聯儲要想看就業情況，看得更準的肯定是失業率。但失業率的問題是，一個是它每個月變動太小，就不夠敏感，而且它還取決於參與率，就是有多少人想找工作。這個顯然非常主觀，就更難判斷。而非農嘛，它就是個數，它相對更客觀一些，測量難度也會小很多。這就好比班主任想了解大家的健康狀況，理論上你應該每個月去體檢，還要做心理評估，但你每個月都要去測，顯然成本太高了。所以我可以退而求其次，我就單純看每個學生平均的睡眠時間。它雖然不是一個最佳的指標，但可以測個大概，追蹤一下大家的健康程度。然後可能年底1年我再來個大體檢，這個非農就有點相當於班主任裡邊去看睡眠時間。但離譜的是什麼呢？這個看似測得最準的 NFP 最近連續幾個月都出現了非常大的修正。你比如說5月份的就業數據，6月6號公布是增長了13.9萬，還可以。然後7月3號修正說應該是14.4萬，比原來還多了5000，市場就感覺更好啊。然後沒想到8月1號再次修正，不好意思市場，我大意了，我前2個月都說錯了，不是14.4萬，而是1.9萬。6月份的就業數據也很類似，第一次公布說是14.7萬，然後8月1號修正說，不好意思，不是14.7萬，是1.4萬。然後下個月又說了，不好意思，它不是增長了1.4萬，是減少了1.3萬。你看這個修正是不是挺離譜的？我甚至都懷疑是不是哪個小數點點錯了。這就是為什麼咱們在8月1號那天看到市場暴跌，因為它迎來了3連擊。那天不光是新鮮出爐的7月份的數據比預期的差，6月份的數據修正下調了13萬多，5月份的數據又修正下調了12萬多。所以這個數出來之後幾個小時，特朗普就怒了，他說你這個統計局故意就是讓我難堪，你這是在操縱數據，立馬就把勞工統計局的局長給開了。你說這個數據它怎麼就統計的那麼不準？而關鍵是它又是一個這麼重要的數據，全世界最重要的利率取決於美國的就業，美國的就業就看這個數，它可以說是決定了全球資本市場的走勢。然後每個月對吧，我可能瞎蒙都比它準，所以很多人可能會陰謀論說這個數據是不是被操控了呀？這個我就不清楚了，但我可以解釋一下它理論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修正可能的一些原因。這部分可能比較理論，你要是不感興趣可以跳到這 part。首先，其實這個修正的量並沒有大家感受到的那麼大，因為這個數字是一個變化的量。美國一共的非農就業人口大概是1.595億，你增長了10萬，其實就相當於0.06%。歷史上其實修正超過10萬也是經常有，那為什麼最近感覺格外明顯呢？因為之前數據相對好一些，你比如說每個月增長30萬就業，好，那你下調個10萬變成20萬，降了1/3，雖然也不少，但是能接受。那最近呢，原來就增長11萬，好家伙，你下調10萬變成1萬，同樣是下調10萬，你這一下調了90%，這個從心理層面上你就感覺它調了好多，這是原因之一哈。不過實際上最近它修正的幅度確實明顯增高了，它確實也更不準了。這就要說到這個非農就業數據它是怎麼算的。主要呢就是靠調查問卷，問12萬個企業，你過去1個月的員工數啊怎麼樣？問題出在哪兒了呢？就是疫情之後，這個問卷企業交的是越來越慢。這12萬份企業的調查問卷呢，它其實是沒辦法當月就立刻交齊的，所以一般呢第1個月就根據已經有的問卷有多少就先公布一個數據，之後2個月隨着這個問卷一點一點都收上來收齊了，再去修正這個數據。你看這是歷史上3個月分別問卷回收的比例，第1個月疫情之前還能拿回來70%-80%，疫情之後現在連60%都不到，所以第1個月拿到的那個數字的準確性就會明顯下滑。而且吧，這些12萬個問卷即使全收上來了，它也就是個樣本，每年還得再進行一個全面的調查，然後再修正這個年度的數據。剛剛就在9月份完成了24年4月到25年3月這個全年的非農就業數據統計，這一整年數據居然下調了91萬個，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向下修正。
官方的解釋就是什麼模型調整什麼的，有人就是陰謀論，有人說是移民問題，這個咱就不多分析了，也不知道了。但有意思的是什么哈？这回这个全年數據修正這麼大，特朗普反倒沒生氣，沒跳起來。你說是為什麼？哎，因為這回下調的這些數據，它主要都是在拜登任期內的，跟我沒關係，這不賴我呀，對吧？只能說明拜登任期內經濟的表現實在是太糟糕了。好，咱們剛才說了，美元上半年和特朗普好，下半年和鮑威爾好，但是特朗普跟鮑威爾最近可真不怎麼好。哎，這個其實也是左右美元非常大的一個力量，就是美聯儲的獨立性。哎，咱們之前做過一期專門聊過，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特朗普整天罵他、調侃他，甚至一度威脅要開除他，因為特朗普想讓美聯儲趕緊降息，但美聯儲不聽。但我跟你說啊，這個特朗普是真有招，他看這個鮑威爾好像不方便動，就瞄準了美聯儲理事會的另一個成員，叫 Lisa Cook。特朗普在8月份就宣布要解雇庫克美聯儲理事的職務，這都不是威脅了，就直接說我要 fire 他，我要解雇他，找了個理由，什麼住房、房貸信息不實，什麼亂七八糟的。咱之前也說過，美聯儲那是全球市場對美元信任的一個定海神針，它在近20年也是越來越獨立於美國政府。但特朗普顯然是不信這個邪，我有沒有權利不知道，但我可以先宣布一下。哎，這個就非常特朗普。後來9月份，果然法院判定特朗普沒有足夠的理由解雇庫克，就給攔下來了。市場可真是嚇出一身冷汗。萬一特朗普要真的可以隨便解雇美聯儲理事，那美聯儲基本就是姓特了，對吧？或者姓川了。但我跟你說，特朗普的動作還沒完呢。今年8月份，先是另一個理事非常離奇的宣布辭職，緊接着特朗普就非常順理成章的往美聯儲的理事會裡頭塞了一個自己的心腹，你知道是誰嗎？哎，就是那個幫他規劃經濟藍圖、海湖莊園協議的那個米蘭。這個之前我們聊，我感覺我們之前聊過，我今天好像已經說了好多遍了，也不知道這是湊巧還是怎麼着。你看我一年也就做那麼幾段視頻，好家伙，今天全給串起來了，對吧？咱們講降息，講特朗普的經濟計劃，講特朗普跟美聯儲之間的鬥爭，整得跟個連續劇似的，大家可以都連一塊兒看。咱說回來哈，特朗普安排米蘭進這個理事會之後，米蘭真的可以說是不負特望，美聯儲降息25個基點，他是唯一一個投了反對票的，就他覺得應該降50個基點。然後呢，美聯儲一般他會公布一個點陣圖，就會顯示每個理事預期未來的利率水平。雖然吧，這個點陣圖是匿名的，但你看看這個結果，就有一個點點顯得那麼的格格不入。別人都覺得年底利率應該在3.6%往上，就這個點，哎，你看覺得應該猛降到3%以下。他是誰？哎，你說他是誰？這個米蘭可以說是1年之內從無名小卒成了全球關注的焦點，還加入了美聯儲理事會。你看跟對了老大，升的確實快啊，但是吧，有點太刻意，太明顯，這個吃相，確實有點不太好看。總之吧，不管是嘗試解雇庫克，還是把米蘭塞進美聯儲，都表明特朗普其實正在極力的去干預美聯儲的利率決策，這也讓市場非常擔心，其實也是美元疲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好，那接下來會如何呢？美元會持續的疲軟嗎？咱們從利率的角度來看，歐洲那邊利率已經降得差不多了，日本那邊已經要開始加息了，所以從相對利差的角度，處在降息週期的美元，它是會持續走弱。摩根士丹利也預測，美元明年年底可能會進一步貶值，大概10%，降到91左右。那美元貶值對其他國家有什麼影響呢？簡單來說，就是一個字兒，爽；2個字兒，就是爽。我剛剛說的稍微有點戲謔哈，但確實在美元的降息週期，美元放水，資本流向全球，其他國家的日子普遍會比較好過。這裡頭尤其明顯的就是發展中國家。你看2000年初美元降息，直接推動了那幾年全球經濟大爆發，甚至導致經濟過熱，引發了08年的金融海嘯。在之前90年代的大降息，推動了全球新興經濟體的資本流入，甚至也過熱了，導致墨西哥、亞洲、俄羅斯金融危機。所以吧，美元降息週期它會加熱其他的經濟體，甚至導致其他經濟體過熱。當然，我舉這些例子都比較極端，降息都超過500個基點，而這回呢，市場預測也就再降100個基點，降到3%左右就差不多了，跟之前那些肯定沒法比，就是一個很緩和的小規模降息。那總而言之，美聯儲降息，美元疲軟是會稍微利好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其實對中國也是，中國雖然也在降息，但美國的降息就會讓中國央行降得舒服一些，不用那麼擔心人民幣會不會持續下跌這些問題。好，咱們今天看了這麼多張圖，知道了美股、美債為什麼跟美元分手，你就說咱這看圖說話是不是又客觀又直觀？哇！那最後最關鍵的一張圖，到底是什麼神秘的指數跟標普500的相關性這麼高呢？哎，答案就是小林的粉絲量。這說明什麼？說明真正推動美股上漲的是你們大家呀！開玩笑的哈，其實說明的是數據它有的時候也是可以騙人的，相關性高，它也可能就是個巧合。怎麼樣？這個深度是不是一下就有了？